1848年，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里写下了一句让全欧洲权贵瑟瑟发抖的话：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。但讽刺的是，到了1871年，这个幽灵在德国似乎迷路了。因为德国人当时正忙着自嗨，普法战争打赢了，法国人赔了50亿法郎，德国统一了，全社会都沉浸在一种暴发户式的狂欢，大家都在忙着炒股、盖楼、庆祝，谁有空去搞革命？这时候的俾斯麦正站在权力的巅峰，看着只有2个席位的工人政党，嘴角大概挂着一丝不屑的冷笑。但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经济学逻辑：繁荣往往是掩盖阶级矛盾最好的麻醉剂，一旦药劲过了，疼痛会加倍袭来。随着工业化的狂飙突进，德国虽然富了，但这笔财富跟工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原本独立的职工变成了工厂流水线上的螺丝钉，在资本家眼里，工人不是人，而是高度可替代的耗材。这是一种极度危险的异化。当你发现自己每天工作12小时，连病都生不起，而你的老板却在用你的血汗钱点雪茄时，哪怕你再爱国，你说服不了自己。1873年，经济危机爆发，繁荣的泡沫碎了一地，那个迷路的幽灵终于回来了。危机爆发后的那几年是德国工人阶级最黑暗的日子，劳动力过剩，老板想给多少给多少，你不干，后面有100个人排队等着干。那时候还没有后来俾斯麦搞的那套社保，失业就等同于即将饿死。那个幽灵不仅回来了，而且升级了。以前工人们觉得他们太激进，为什么要打倒老板？老板带我赚钱啊！现在工人们看着他们，眼神变了。你说的对，老板没把我们当人，我们得自己救自己。在1875年之前，德国的工人运动其实是一盘散沙，甚至还是死对头。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属于温和派，想跟国家合作，甚至想跪舔俾斯麦。而德意志社会民主工党信奉马克思，比较硬核，主张阶级斗争。两派平时互相看不顺眼，经常打嘴仗。但是1873年的大萧条像一道高压电，把他们强行焊在了一起，大家都快饿死了，还争什么路线？先团结起来，活下去。1875年，在哥达这个小城，两派握手言和，合变成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党。这不仅是一个党的成立，这是无产阶级大军的正式集结。以前俾斯麦面对的是一群散兵游勇，现在他面对的是一支有纲领、有组织、有纪律的100万大军。这支新生的力量让俾斯麦感到脊背发凉，因为他们不再像以前的法国暴民那样只会烧房子、砸机器，他们开始玩高端局。在奥古斯特·布贝尔的领导下，他们搞出了一套让容克贵族感到极度恐惧的操作。工人没文化，党来教你认字，读资本论，让你知道你为什么穷。失业了没饭吃，党的互助金给你买面包。在搞媒体办报纸，当时的《前进报》天天揭露工厂黑幕，骂得资本家狗血淋头，并且还要搞选举，号召工人把票投给自己的代表，去议会里跟贵族们吵架。对于一个工人来说，皇帝离我很远，但党离我很近，党才是我的家，才是我的祖国。回到俾斯麦的视角，他站在帝国大厦的窗前，看着下面越来越多的工人集会，看着社民党的得票率从3%窜到9%，他感到的不是厌恶，而是恐惧。他之前以为只要搞定法国，德国就安全了，现在他发现最大的敌人不在巴黎，而在柏林的工厂区里。到了1877年，社民党的选票像坐了火箭一样飙升到50万张，这下俾斯麦坐不住了。他不仅是个铁血宰相，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秩序狂魔。在他眼里，这帮不敬皇帝还跟巴黎公社眉来眼去的国际主义者，就是帝国的癌细胞。他想切除这个肿瘤，但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麻烦，就是法律。当时的德国议会里还有一帮信奉自由主义的盟友，这帮人虽然也讨厌工人闹事，但他们更坚持法治和言论自由。他们表示，虽然我不认同他们的话，但我誓死捍卫他们说话的权利。俾斯麦气的是牙痒痒，他手里握着大棒，却因为没有正当理由始终挥不下去。他在等，像一只潜伏的猎豹，等待一个血腥的契机。历史有时候比剧本还荒诞，就在俾斯麦一筹莫展时，2件事情给了他机会。第一次是一个闹剧，1878年5月，一个叫霍德尔的水管工拿着把左轮手枪冲向81岁的老皇帝，这哥们枪法烂得惊人，连开2枪，皇帝毫发无损。俾斯麦大喜过望，感觉机会来了。他立马把霍德尔包装成社民党余孽，试图逼议会通过镇压法案。结果自由派还是不买账，表示这只是个疯子的个人行为，不能搞连坐。就这样，俾斯麦再次失败。接下来是第2场，是悲剧，也是俾斯麦的转机。仅仅3周后，一个叫诺比林的博士拿着双管霰弹枪，真的把老皇帝打成了重伤。这时候，俾斯麦展现出了一个顶级政客极度冷血的一面。当秘书慌慌张张地告诉他陛下中枪了，虽然俾斯麦表面上还是表示感到十分震惊，非常难过，痛心疾首，但真实的内心是爽得无与伦比。俾斯麦太懂人性了，他知道老百姓可能不懂政治，最好都别懂，但他们都同情弱者。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德意志的象征，居然被打得浑身是血，全德国的民意瞬间沸腾了。俾斯麦顺势发动了一场情绪营销，首先就是甩锅给自由派，斥责他们保护所谓的言论自由，才把老皇帝害成这样的。紧接着就是利用民愤解散他，重选一帮听话的。结果如他所料，自由派惨败，保守派大胜。1878年10月，从此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被禁止集会、禁止出版，1500人被捕，成千上万的人流亡海外。但历史给他开了一个玩笑，有些东西你越是打压，它的生命力反而越顽强。
转入地下的社民党不仅没死，反而因为被迫害而变得更加纯粹、更加团结，选票不降反升。俾斯麦要是只知道镇压，那他就只是个平庸的领导者。他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懂得抄袭对手的作业。既然工人们跟着社民党走，是因为想要老有所养，病有所依，那政府为什么不能给他们？只要我给了你面包，你就不会去跟别人闹革命了。于是，一个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操作出现了。这个欧洲最保守、最专制、最痛恨社会主义的帝国，竟然在1880年代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最先进的社会福利体系。1883年推出疾病保险法，1884年再来个工伤保险法，1889年又来个养老保险法。他在对工人说：“看，那个政党能许诺给你们的未来，我现在就能给你们，还需要什么革命？只需要听皇帝的话就行了。”9世纪末的德国，表面上看社民党输了，他们的领袖被抓，报纸被封，组织被禁，俾斯麦依然高高在上，威廉皇帝依然接受万民欢呼。但实际上是社民党赢了，是因为他们来过，德国才不得不变成了社民党想要的样子。这就是那个幽灵最厉害的地方，他不需要亲自掌权，只要他足够强大，强大到让对手睡不着觉，对手就会被迫活成他的样子。我不在江湖，但江湖全是我的传说。